这13块钱一斤的鸭梨，如果把它独特的清甜能够做到鸡酒里，那感觉一定很美妙。咱就试试做一下。第一步，榨汁。清理干净的鸭梨切成小块，用榨汁分离剂榨出梨汁。梨汁很快会氧化变黑，不过不用担心，后面的蒸馏步骤就会变成透明的液体。这里千万不能加入二氧化硫，那样会导致蒸馏后的酒有明显的工业味。第二步，投放酵母。榨好的梨汁测一下比重 1.044， 发酵彻底的话，酒精度为 5.1。8公斤的果子将近50元，榨出了6.5公斤的梨汁，最终顶天能做出50度左右的白兰地500毫升，感觉有点浪费。一种提高产能的做法是加糖，经验表明17克糖产生1度酒精，酵母的耐久度是16，那么我需要加入16减 5.1 乘17，也就是185.3克每升的糖，就可以增加产量。搅拌均匀后，投放酵母，再次搅拌，最后单向密封发酵。第三步，蒸馏。大约20度的环境，15天左右的时间，发酵结束。把发酵完成的酒液倒入蒸馏器。去年很多试验表明，以水果类白兰地为基酒，浸泡水果的滋味会比以高粱为原料的更顺口一些，所以又搞了一台大一点的蒸馏器。看着酒分子在水晶塔里跳舞，心情自然是非常美妙。掐头去尾，1个多小时后，8公斤的鸭梨一共做出62度鸭梨白兰地1100毫升，产能不错。品尝一下，鸭梨的清甜感很好，但香气很小，后口的酒精感太重，跟我想象的差距很大。又反复观看制作过程，我觉得出问题最有可能的地方是加糖。加糖增加了产能，换个说法就是增加了一些没有香气和滋味的酒精，所以酒精感才会太重。这也好办，不加糖了呗。我又做了一份，最终8公斤的果子只做出来400毫升53度的鸭梨白兰地。品尝一下，鸭梨的清甜感立马就上来了，跟之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这才是我想象中的滋味。但有一说一，鸭梨的香气和清甜感都呈现在前中口，后口还是单薄的，这也只能算是一个半成品。那如何解决呢？浸泡。一种传统的做法是倒入橡木桶陈放，换个说法就是让酒液浸泡出橡木桶的滋味，来增加后口的饱满度。另一种做法是我常用的，以它为基酒来浸泡水果。我曾经试过降度后浸泡桂花和石榴的横向对比，单独小组表现还不错，但整体也就4.5分，距离做成成品还差点意思。不过做出这瓶拥有鸭梨香气和清甜感的白兰地，对于我浸泡酒而言有了一个质的变化。之前计划邀请大家品尝的红茶荔枝泡酒，开封过滤回大桶后，发现很多细小的碎屑。这个简单，用咖啡滤纸过滤一下就行。然而我花了2个小时才过滤出75毫升酒，按照这个速度，我这将近8升的酒全部过滤完需要大概1个月。这速度也太慢了呀！本来想放弃的，但尝了一下口感，荔枝的清甜美妙柔和，红茶的滋味若隐若现，却丝毫没有酒精的刺激感。为了这美妙的口感，值得我琢磨解决方法。首先，我想到做红酒时经常用到的皂土。将皂土软化1天后，倒入到酒液中，沉降了7天，果渣明显的下沉了，但依然有氧化分层，说明还有皂土沉降不下去的果屑。这颜值送不出手啊，还得再想想办法。据说高速离心可以分离沉淀，于是我又买了一台离心机，每次倒15毫升6小罐，经过测试，每分钟4000转的功率，离心1个小时，效果最好。然后倒出上面的清澈液体，此时果渣已经沉底了，为了严谨一些，我盖上了盖子，又放置了几天，发现依然透亮无比，而且没有分层，没有沉淀。只可惜我买的离心机太小了，1小时只能出80毫升，我总共有8升的酒，全部分离完需要大概半个月，时间还是有点长。但总的来说，用咖啡滤纸或离心的方式过滤掉细小的果渣，酒体就会透亮，而且不会氧化，不会沉淀。大家好奇这又是什么吗？其实我又买了一台果酒过滤机，工作原理类似纯净水的过滤，只是比纯净水过滤的要粗很多，否则过滤完就有可能真成纯净水了。开工，
看着浑浊的酒液在5微米的 PP 棉中跳动后，再转入到0.1微米折叠棉中，就简单的2关就困住了果渣。20分钟不到的时间，酒体果然清澈，不由得想起了那句老话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。不过，我这套滤芯好像废了。但看着透亮的液体，一切努力都值得。好了，我先装2瓶速检，等检测合格后再来联系大家。草莓威士忌泡酒已经全部送出，第4批邀请大家品尝的红茶荔枝泡酒今天开始制作。单独泡荔枝最早有尝试过，虽然不难喝，但味道有点单薄。去年尝试红茶荔枝的组合，口感立马饱和了起来。红茶不能浸泡时间太长，否则会出现令人不悦的杂味。用冷萃一版的方式，可以刚好泡出茶香和甜香。因为是邀请粉丝品尝的，所以我做了适当的降度，并减少了放冰糖的用量。泡荔枝酒前几天会出现浑浊的现象是正常的，大概10多天之后，酒体就会慢慢的清澈。好了，等2-3个月后送去质检，合格后再陆续邀请大家免费品尝。大家觉得泡完酒的红枣该如何处理呢？第一种方案，烘干，用小型烘干机低温模式，理论上酒精会蒸发掉，烈酒的刺激感基本上会没有，剩下的就是略带朗姆味和人参滋味的红枣干了。大约48小时后，蒸的比原来的红枣都干，品尝一下。整体感觉是一种带着朗姆味、长着红枣样，吃起来是纤维感，可以练习咬肌，但不太好吃的一种干果。玩一下还行，销售的话就有点坑人了。第二种方案，蒸馏，类似传统白酒的蒸馏原理，下面是水，上面是带酒精和香气的食材，冷却方式和材质不同而已。常用的有3-4种主流的蒸馏器，具体口感影响是否明显，等以后会做一个专门的实验。这次先蒸馏的19度枣味蒸馏酒约500毫升，这种浑浊的形态是不能用的。于是我进行2次蒸馏，2次蒸馏可以让杂质减少，酒会更纯净一些，当然果味也会减少，所以并不是蒸馏次数越多酒越好。最终得52度枣味蒸馏酒170毫升，品尝一下。枣以香气的形态呈现在前口，中后口寡淡，直接喝没啥优势。基于它后口寡淡的缺点，咱们再做一次加工，浸泡。我用它为基酒，替换掉朗姆酒来浸泡红枣和人参。严谨期间，我又同时做了1瓶朗姆酒为基酒的，以方便成品的对比。10天后开封。细品的话，2次蒸馏的枣味在前口的确丰富了一点，但后口朗姆酒的清甜感没有。多了前口微妙的亮点，却少了后口大的层次，怎么看都不划算，还是用原朗姆酒浸泡更合适一些。这次我减少了红枣用量，从而甜度降低了一点。作为弥补，我增加了一点点人参的用量和基酒用量，酒感明显了一点点，层次感也更加丰富。基于新的配方，我做的第2批人参红枣酒已经上线，欢迎品尝。因为设备需要定制，第1批将近半吨的红枣最后也没蒸馏，据说一个放羊的拉回去喂羊了，也算物尽其用了。